各位同学，大家好。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影片，那老师就真的非常爱你了。这个是我们第一周的课堂参与。那因为我们第一周呢，原则上照过去的惯例，就只有我在课堂上放的那2个 Canva 投影片，然后帮你们说明一下课程。那这个录影呢，只是为了原来第二节课要有的课堂参与，我大概第2节课就会放你们走了，因为第一周不能太严哦，不然大家都退选的很麻烦哦。OK，好，我开玩笑而已。虽然我不大会讲笑话，但是我尽量上课的时候不能太那个。那呃，好的，我要讲的是什么呢？这是老师的这个每次课堂后呢，我都做一个课堂记录。那课前呢，我当然会有准备哈，就像这个老师是从7月24号，那这个是我们的教科书哈，那我课堂上那个放的2个天法投影片有讲了。那我本来有一段预录了一段是课堂参与哦，就是我那个这个影片是前半段是一个无声的让你看，那后半段呢，是一个语音的摘述哦，那我就请你做一个简单的笔记，OK，那当然这个没有哦，这是老师想象第一周应该这样做的，OK，但是这就是我讲的这个东西呢。第一周课堂的第2节之内容为请你观看预录影片，老师为了课堂参与，学期成绩占25%，评分的依据，请针对下面影片前半段的无声音展示，请你回答其中的无声音展示了几份 PDF 档案，单选题。好，这个就是有个这个题目。那我们为了课堂参与呢，我经常会用那个第一周让你们安装的 Truvia，就是或是念 Ruvia 哦 ZUVIO 的题目让你们做。那老师经常用的 Notebook LM 哦，那在之前设计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教科书呢，我根据我们的教科书，我原则上都根据我们的教科书。那 Part One 呢，这个投影片，那这是因为用 AI，然后我再去编修的，所以可以给你们。啊，如果是教科书的内容的呢，我没办法给你们哦，因为有著作权的问题。那这是比如说像这个。我来放一下这个是老师的想法啦，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AI 时代大学怎么教啊，这个是好，那我这是把我的东西丢给 Notebook LM 它去生成的哈，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这是老师的备课，这个是在8月4号做的。欢迎收听啊！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份蛮特别的大学教学现场的观察记录。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就是一个大学老师，他面对现在这个好，这个是老师有传字幕上去，但是 AI 的辨识字幕呢不会很好哈，所以如果是英文的，那你可以用这样，那中文的就不建议你用打开字幕，所以你把这个，我现在把这个字幕关掉。
那我们很多是会用英文的，当然我们教科书是中文的，但是老师在用 notebook 用这语音摘要呢，它现在有中文的，可是我之前录制的时候，很多时候但是还没有中文，可能是英文的。OK，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英文的。那英文的呢，因为我都有上传 YouTube，那你可以把它用那个把它转换成繁体中文就可以看了。那 YouTube 影片你可以快转也可以拉，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AI 时代的冲击，还有学生背景越来越多元的挑战。对对对，他是怎么去调整他的教法？而且，他的目标之一竟然是想帮你减轻学习负担呢。这点真的蛮有趣的。我们手上这份资料啊，是来自一位大学兼任老师的录音。他那时候正在准备新的学期，就是114学年第一学期的自然通识课。然后这门课的学生哇，来源很广，有艺术学院的、人文的、社会科学的，甚至还有体育系的学生。背景真的很不一样。而且他录音里还特别提醒自己，因为2025年那个10月6号刚好是中秋节放假嘛，所以第4周的进度要记得找时间补回来。老师蛮细心的。不过这份记录啊，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这位老师他揭示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什么？就是尽量不增加学生的认知负担。他好像意识到现在资讯真的太多了，反而会造成学生的焦虑跟压力。有道理。所以他就很刻意的选了相对简单一点的中文教科书，然后整个教学设计也希望是精简的。我这点确实很有意思。不过更让人好奇的是，因应像 ChatGPT 这种 AI 的发展，对，这个冲击很大。他竟然连回家作业都取消了。真的假的？全部取消？对，据他说是这样。那问题来了，他要怎么知道学生到底学得怎么样？那分数要怎么打？对啊，这很重要诶。这恐怕是很多人，包括你可能都会好奇的，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拆解的关键点。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位老师的做法。归纳起来，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减轻负担。除了教材选的比较简单，他自己也说，真正在课堂上教的内容，大概只占他备课资料的5%到10%。哇，这么精简。对，然后他也很坦白的跟学生说，这门课你只要几乎全勤，就不太可能会被当掉。直接先把学生的那个压力先降下来。这招蛮直接的，但这样一来，评量方式就一定要改了嘛。没错。他觉得 AI 出来之后，那个传统的回家作业好像评鉴意义变低了，所以他是把重心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转到课堂里面。那具体怎么做？取消作业之后啊，评分主要就来自4个部分，而且各占25%。4个部分。对，就是期中考、期末考，还有就是课堂上的手机 APP 互动跟参与。手机 APP 互动，那是什么？比如说，他不搞那种传统点名，他是让学生用像是那个台湾蛮多大学在用的 Zoovio 之类的课堂互动 APP。我知道那个。对，让学生可能拍个白板重点的照片啊，或是自己写的笔记啊，上传到 APP， 用这个来证明你有来，而且有在参与。这方法不错取代点名又互动。对啊，而且这就接到他的另一个重点了，就是非常强调互动。他不只用 APP 鼓励学生反映问题，就算你觉得课程太难，也可以直接在 APP 上讲。这样老师可以马上知道学生的状况。对，而且课后他还会利用时间在学校那个大中馆的路易莎咖啡厅跟学生聊聊天，还约咖啡厅。对啊，他说人少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请客。哇，他也很坦白承认，他觉得自己跟学生之间可能有点代沟啦。这个很多老师可能都有感，所以他会用匿名问卷去收集学生比较真实的回馈，甚至他还在课堂上放过一首歌。歌放什么歌？陈淑桦跟李宗盛合唱的那首《你走你的路》。这首用意是他用这首歌来比喻，就是说师生关系其实也需要去理解跟沟通彼此不同的需求跟想法啦。
我觉得这种做法还蛮有人情味的。真的蛮用心的。整体看下来啊，我觉得这反映了一种非常务实而且很有弹性的教学策略。务实跟弹性，对。这位老师他不只是在传递知识，他更看重的是，要去建立师生关系，要去理解学生的需求，而且他是直接回应了科技，就是 AI 对传统评量方式带来的这个挑战。他录音里还有提到，他希望学期末的成绩最好是呈现一个常态分布。常态分布就是中间分数的人最多，高低分比较少那一种。对，他说如果成绩变成双峰分布，就是很高分跟很低分的人特别多，中间的很少，那会怎样？他会觉得那可能表示他的教学失败了，因为这代表他的方法可能只对两端的学生有用，没有办法把中间大多数的学生带起来。所以他对教学成效其实有很具体的一个检视标准。没错。所以啦，听完这个老师的案例，对你来说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启发？这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缩影。然后我们看到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他们是怎么样在维持教学的要求跟体谅学生的压力之间，很努力的在找一个平衡点。这真的不只是方法的调整而已哦。对，更深层的是对教学目标的思考。没错。这其实也留给我们大家一个蛮值得思考的问题啦，就是在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容易取得，然后 AI 辅助又好像无所不在的时代，如果说学习的目标慢慢的从单纯只是去获取知识，转变成更强调真正的理解，还有那个互动参与，那不论你是扮演教的角色，还是学的角色，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方法，还有我们的期待呢？好的，那这个是让你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刚刚7分钟，那导师还有另外一个影片这个OK，我直接贴他的影片连结，这个6分29秒。这也是8月4号录的我也让你看一下好了。当然这个录影呢，我会放在注意那个第1周的课后。那如果你有看到，当然就很好，就是老师会非常爱你，就表示你很在乎这个课，不是只想拿到学分而已。Everything. And it's forcing just about every 好，这个就是你要开一下字幕，然后你要选择，你看我已经之前有设定了，你要先选择那个它英文会自动辨识，然后你要选择翻译为中文繁体。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In just about every classroom on the planet, there's a new invisible student sitting right in the front row, and its name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changing, well, everything. And it's forcing teachers everywhere to ask a really tough question, right? This is the question. If a student can just type a prompt and get a perfect essay back in seconds, what are we even teaching them? And maybe more importantly, what are they actually learning? It's a huge problem. But tod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one teacher's pretty brilliant answer. All right, Section 1, the AI in the classroom. You know, for decades, the system wa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Teachers give out essays, reports, problem sets, and students do them at home. But now, with tools like ChatGPT, that whole model is, well, it's kind of broken. The professor we're talking about today actually tested it himself. He found that AI could ace his assignments. I mean, even the calculation problems, with perfect, well-reasoned answers. The age of take-home homework as a way to measure learning, it was basically over.
Now, the solution we're looking at didn't come from some high-tech guru or a big university committee. Nope. It came from a retired, part-time professor who teaches science to non-science majors. And he decided he had to rethink his entire approach from the absolute ground up. Section 2, reducing cognitive debt. His whole solution, it starts not with fancy tech, but with a simple philosophy, this idea of less is more, all built around one cor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 This is it. This is the phrase that drives his entire teaching method. He literally told his students, "My primary goal is to not increase your mental burden." So, what in the world does he mean by cognitive debt? Think of it like this. Cognitive debt is that feeling of anxiety and overload you get when you're just swamped with information you can't possibly process. It's that feeling of drowning in textbooks and lecture notes. This professor's mission is to stop that from happening, to create a spac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learn without all the panic. And to actually put that idea into practice, he does something pretty radical. He prepares a ton of material for every single class, but then he only teaches about 5 to 10% of it. Seriously, his lectures are intentionally focused, they're simple, making sure his students can really absorb the main ideas without getting totally overwhelmed. All right, section 3, AI proofing the grade. So now that we get the philosophy, let's look at how he built a new system for grading that was fair, totally transparent, and, immune to AI. He made one single massive change. He got rid of all take-home assignments. Gone. Every single point that goes towards a student's final grade is now earned inside the 4 walls of the classroom. The logic is just so simple. If the AI can't be in the room, the AI can't do the work. So the new grading structure is incredibly simple. It's a clean 4-part split. 25% for the midterm, 25% for the final, 25% for in-class work, and 25% for class participation. That's it. There's no mystery, no ambiguity. Students know exactly what they have to do to pass. And check this out. Even tracking participation is AI-proof. Forget the boring old roll call. Instead, he writes the key terms from that day's lecture on the whiteboard. And to get credit, students just have to snap a picture of the board or even of their own notes and upload it to a classroom app. It's such a simple way to prove you were there and that you were paying attention. Section 4, connect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But look, a grading system by itself isn't enough. The professor knew this whole new approach had to be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trust. And he explains it with a pretty great metaphor. He says the teacher-student dynamic is like an 80s love song. You've got 2 people on totally different paths who have to figure out how to communicate to make it work. For him, bridging that generational gap is everything. And this isn't just talk, he actually puts this into practice. He uses an app called Zuvio for direct questions. He sends out anonymous surveys to get brutally honest feedback. And, I love this, he even holds his office hours at a local coffee shop, and he'll buy a coffee for any student who wants to come chat one-on-one. This quote really reveals the empathy at the very heart of his entire method. He straight up tells his students that the pressures and demands of his generation just can't be placed on them anymore. He gets it. And that understanding is the bedrock of the trust he builds with them. So let's pull all this together. Section 5, a new teacher-student pact. When you look at the whole package, the simple content, the in-class grading, the constant communication, it's more than just a course outline. It's really a new kind of social contract for what education can look like in the age of AI. The teacher's job? Make learning accessible and grading fair. The student's job? Show up, participate, and be an active part of the classroom community. And here's the wild part. His measure of success isn't a class full of A's. He actually looks for a normal distribution, that classic bell curve in the final grades. To him, that curve is the ultimate sign of a successful class because it means the entire group moved forward and learned together. And that really leaves us with the big question, doesn't it? Is this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something that can be scaled up everywhere?
Or is it something so special that it only works because of the unique personality and deep empathy of this one remarkable teacher? The answer to that, well, it could define the next chapter of learning for every single one of us. 好，如果你真的看到这边，就真的很爱你哦。好，那这个是老师早上的时候，这是我每次如果开始上课，今天是礼拜二，9月9号，那礼拜一呢，就是9月15，我们上第一周，那另外一班周3班的话就是9月17。OK，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呢，老师用的很少哈，就真实的这个是，比如你看档案来，哎，我就这3个，那这是要2个同一个啦。但是呢，我的备课可以让你看一下哈，这个我刚刚这个是有社区的啦 ，OK， 我们用这个来看一下，就是老师备课的。我用档案让你看，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哎，那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个刚刚那一个，我们去就这个哈。那我们用档案来看一下。这是老师做的。不是要吓你。是我有讲到说，其实我讲的比较含蓄，我准备的呢，跟我课堂上讲的呢，只占5%到10%。刚刚那个3、2个档案而已，因为一个是 PDF 档，一个是 Word 档然后老师刚刚有给你看，我录了很多影，你看这些的话，这是1141的哦。那我因为这是第2次教嘛。我可以让你再看一下这个1132，我一样有2个社团应该是不是班级这个记录的这一个，我去找那个1132 ，OK， 我建了3个，因为我太闲了哈。那这个是原来给班上学生加入的，那因为有些东西的话，老师是认为你要跟我要，我才给你。我以前都主动给学生，但这样不好。而且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那么仔细，我稍微有用到书商的图片，那就有侵权的问题，我也不能害你。OK， 因为你们都没有这个概念，你们会去乱传。老师比较有这个概念，我不会去乱传。那课堂上呢？书商现在是只要在有密码像我们有个 MS Team 那个里面的，它不算侵权 ，OK， 在那边可以传。但是脸书是老师自己的，所以我也尽量不要那个。但是我会有些如果是我自己的手写笔记，我现在常用手写笔记，我就会放在这里，那你可以加入来拿 ，OK， 那这一个的话就是我的课堂上的记录。这个就是我们上学期第1次老师教这个课那你可以看这个档案就是我把这个第17周，我们有16+2嘛，第18周我都会弄一些资料，但是这个是之后的啦那我那时候课堂上的这个东西我都参考，主要是教科书的。那因为上一次用的呢，不是我们这样讲好了。上学期我用的是这一本，虽然是同作者，这叫陈维新 ，OK， 他是航太，算是机械的教授那这一次用的这一本，那所以我很多会重做因为我时间多了。好，那这个呢，能源概论这个是讲的比较好，比较简单这个讲的比较深入。那其实我们会要认识绿色能源，就是为了永续发展。OK， 那能源概论呢，是因为你们是跨域的，有些基础的工科的东西呢，它这里面
前2章有讲，主要在第2章。OK， 那我为什么我其实可以自己准备讲义，自己讲就好了。但是我认为你一定要有教科书，它是比较系统、比较简单的，比较完整的啦。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只会像这本是到2022年出的吧？他们好像那这本好像也是，它这个到第10版了，这是第3版。那也就是说新的东西的话，你现在用 ChatGPT 或是 Gemini 或是一些 AI 的工具去摄取，就可以给你最新的，但是它就是片段，而且你要有一些教科书的基本知识以后，你才能辨别判断他们跟你胡扯。他还是会胡扯哦，你不要以为他现在很厉害的，是他现在不大会有胡扯的事情了，但是他的原理老师知道，所以他永远，因为他是根据几率来的，所以这个还是没办法的事情哈。你还是要课堂上上课。OK， 这是老师那时候第一次上的时候用 Canva 做的一个投影片。那这是老师学校的 email， 那因为我在文化兼课而已哈。那这是老师过去的简单的，哎呀，我又没有 ，sorry， 我没有打开那放大。我本来是想，这是老师简单的履历了。那我履历不止这样。OK， 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我曾经在技术学院的电子系当过副主任，光电系当过系主任。那这是印刷电路板的上柜公司，我担任过研发部的经理。那大龙公司就是我原来是大龙工学院毕业的，那我曾经在那边为了还奖学金，不是啦，那奖学金钱很少，重点是想要进学校。那我曾经在那边服务了3年多，快4年，因为我领过3次奖学金，至少要服务3年。OK， 那我也在那边研究所兼过课。OK， 那这个是电子业的一个仪理化工，跟我一个表仪丈，曾经就是什么都自己来，研发、制造、销售。那我们主要客户在高雄，我大清早的5点到公司，跟我那个表仪丈，如果客户有问题，开着货车载着我们的电子用的那个粘胶，然后到那边去解决问题，然后顺便送货。OK， 当然平常送货不是这样，平常送货因为它有问题，那可能我们要带新的或者是解决问题的那个新的配方的产品下去。那这个是凯盛塑胶，是一个塑胶加工厂。我曾经在那边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它叫 BOPP 双轴原生聚丙烯，就是你们常常看到市面上的包装那种一面很强韧，另外一面可以撕破的就是这种东西。好的，那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录影，我就讲过，那老师真的非常爱你，我会在课堂上问一下，有谁有看过这个录影？这是第1周我补充的，我会放在触笔那个里面好的，那我的录影到这边，拜拜。